摇摇欲坠的椅子是他活下去的唯一希望。他就这样被吊了整整3个小时。男人拼尽全力稳住失衡的身体。一名囚犯突然走了过来，毫不留情的一脚踹翻了椅子。朴昌浩的身体骤然悬空，脖子被绳索死死勒紧，他的生命正飞速流逝。周围的囚犯满脸漠然，宛如看戏。而观看这一幕的还有监控后的典狱长。然而就在这时，幕后资本大佬孔之勋突然来电，开口便厉声质问朴昌浩的下落。当得知朴昌浩即将被吊死，他瞬间慌了神。 박창호 그 새끼가 빅마우스 쓰고 우리 돈 찾아야 되니까 그 새끼 살리라고 이 새끼야! 就在不久前，新闻播报了朴昌浩被捕的重磅消息。警方在他的办公室内查获了巨额现金以及大量的违禁面粉，涉案总金额突破500亿。可这庞大的数额仅仅只是冰山中的一角。警方认定朴昌浩就是诈骗犯大老鼠，惨遭他诈骗的受害者不计其数，包括孔之勋掌控的拉拉资本，更是被他掏空1000亿韩元的资产。这笔巨款至今下落不明。典狱长火速带领医生赶往 VIP 牢房抢救，途中恰好撞见逃离现场的财阀3人组。 3人听后满脸错愕，全然不敢相信，一旦朴昌浩惨死狱中，手握1000亿损失的孔之勋绝对不会放过他们。万幸的是抢救及时，朴昌浩从鬼门关捡回了一条性命，众人悬着的心终于落地。一时间，全城舆论都认为朴昌浩是大老鼠，无尽的麻烦也随之向他席卷而来。死里逃生的朴昌浩被狱警粗暴地扔回普通牢房。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，一名年轻的囚犯立刻凑上前来，原来此人是大老鼠的忠实铁粉，不仅在手臂纹了专属标识，名字还叫杰瑞。杰瑞满心崇拜，下定决心要诚心侍奉这位传说中的大佬。突如其来的追捧让落魄的朴昌浩一时手足无措。更巧合的是，牢房的房长精通官乡算命，当即开口询问朴昌浩的生辰八字，想以此印证他的真实身份。为了追回自己被诈骗的1000亿资产，孔之勋亲自到访监狱，严厉警告财阀3人组，严禁他们再对朴昌浩动手。可3人早已深陷泥潭。朴昌浩看过他们杀害韩教授的行车记录仪视频，只要他活着，他们的致命秘密随时可能曝光，这是他们绝对无法容忍的隐患。 그럼 빅마우스 죽이고 3사람이 1000억 채워넣든가. 참나, 돈만 중요하고 우린 죽든 말든 상관없다? 아니, 우리 너무 신경 안 쓰는 거 아니야? 어? 그 자식이 빅마우스가 아니라는 거에 最近有粉丝给我说，想要租个房子，租房子找保洁维修，58同城全搞定。为了彻底查清朴昌浩的真实身份，崔检察长亲自对他展开审讯。警方罗列的罪证触目惊心，办公室搜出10万张5万元的面值现金，可供15万人吸食的违禁冰毒，数百斤黄金，还有他在东南亚操盘的6个非法赌场。听着这些滔天罪名，朴昌浩满心荒诞，哭笑不得。自己若是真有这般身家，也不至于落魄到拖欠3个月的房租。全程测谎仪数据平稳，证实他并未说谎。 라라캐피탈 투자금 1000억. 당신이 갖고 있습니까? 아니요. 测谎仪依旧显示答案真实。 당신이 빅마우스입니까? 面对这个致命的问题，朴昌浩陷入沉默的思索，而测谎仪的数值瞬间剧烈波动，急速飙升。 대답해. 당신이 빅마우스입니까? 이거 10개 중에 한두 개는 틀리는 거 아시죠? 법정에서 어차피 증거라도 못 쓰는 건데 사람 긴장시켜놓고 뭐 하는 건데요 지금? 나 빅마우스 아니에요. 나 빅마우스 아니에요. 此刻的朴昌浩还不知道，大老鼠这个身份将会成为他在这座绝望的监狱里唯一的保命底牌。他是大老鼠的消息早已在监狱传遍，所有囚犯都在热议猜测。 야쿠자하고 삼합해, 러시아 마피아까지 빅마우스랑 이경재 맺었답니다. 이 함부로 건드렸다간 쥐도 새도 모르게 충당. 监狱黑老大听闻流言，心中极为不爽。 对这个新晋的大佬满心不服，决意亲自试探虚实。他带着一众手下径直走到正在吃饭的朴昌浩面前。 네가 그 유명하다는 쥐새끼 맞냐? 面对一众凶徒围堵，朴昌浩自顾自地吃饭，全程无视对方。黑老大当场挥手打翻他的餐盘。监狱向来是弱肉强食的修罗场，对方人多势众，朴昌浩毫无还手之力，只能被动挨打。即便孔之勋有言在先，可监狱的地下规则从不由外人掌控。危急时刻，狱警及时赶到，才勉强制止了这场围殴。殊不知，这场冲突全程都在典狱长的默许之下发生。 오이서출만 특별 자동으로 보내. 随后，典狱长一反常态，为朴昌浩准备了满满一桌丰盛的海鲜大餐。濒临绝境的朴昌浩早已身心俱疲，全然看不出这是一场暗藏杀机的鸿门宴，只顾狼吞虎咽填饱肚子。典狱长态度殷勤，主动与他攀扯亲缘关系。 너 어디 박씨냐? 양산 박씨, 명산 박씨? 무슨 반대? 적성군박. 그럼 28대 손이겠네. 나 적성군파 27대야. 갑자돌리. 机缘巧合之下，典狱长辈分比朴昌浩高出1倍，两人一番客套，干脆以兄弟相称，这让朴昌浩彻底放下了戒备之心。可典狱长忽然话锋一转，抛出致命疑问： 빅마우스 맞아?
어때? 어디 가서 절대 말 안 할게. 朴昌浩眼底微动，下意识摇头否认。刹那间，典狱长的脸色瞬间晴转多云，寒意骤生。 와이프, 부모님, 조상님 몽땅 다 걸고 맹세하는데 저 진짜로 빅마우스 아니거든요. 형님. 어디서 형님이 죽을라고. 야, 이 새끼 5일짜리 징벌방 보내. 아니, 양산박씨 적성소파 27대 손이야. 아니, 형님. 아저씨! 징그럽게 아저씨는 요즘 누가 쫓고 따진다고. 被关进禁闭室的朴昌浩彻底陷入绝望，在最无助的时刻，他想起自己温柔果敢的妻子高美云，为供他考取律师资格，常年省吃俭用，鞋子磨破脱皮也舍不得更换。可他成名后官司屡屡败诉，如今更是含冤入狱，身陷绝境。为了帮助丈夫洗清冤屈，查清真相，高美云毅然辞去原有的工作，决心奔赴九川医院深挖线索。当初被财阀三人组灭口的徐才龙教授，正是这家医院的医生。那篇牵扯众多阴谋的关键论文，线索大概率就藏在这里。前路凶险万分，可他依旧义无反顾。朋友的探视给了朴昌浩最后致命一击。作恶的财阀三人组已全数无罪释放，而检方已然认定他就是大老鼠，很快就会正式起诉定罪。更让他绝望的是，曾经的靠山崔市长彻底放弃了他，他已然孤立无援。万念俱灰之下，朴昌浩做出了一个决绝的决定，与妻子离婚。他深知自己大概率会终身监禁烂死狱中，他不愿妻子再为自己以身犯险奔波查案，更不愿让他背负自己欠下的高利贷。离婚是他能为挚爱之人做的最后保护。绝境之中，他甚至想好结局，写下遗书，曝光所有权贵的滔天罪行，以死自证清白，拼死揭开这场骗局。可一旁的市长及时点醒他，自杀一旦失败，只会落得终身残疾，余生更无翻盘的可能。 죽는 것도 내 맘대로 못해. 아니 무슨 그런 더러운 발전. 既然生死不能由自己掌控，不如借他人之手破局。狱中尽是穷凶极恶的杀人犯，他大可主动求死。自此，朴昌浩开启了荒诞又决绝的花式求死之路。他当众挑衅狱中的黑老大，谁知交手间竟一拳打得对方口吐鲜血。他又故意招惹连环杀人犯，几番对峙，竟将穷凶极恶的恶魔打至崩溃落泪。他甚至不惜铤而走险尝试越狱，可因为大老鼠的身份尚未盖棺定论，孔之勋严令不准他死。典狱长不敢轻易动他，所有求死计划尽数落空。孔之勋拼命保下朴昌浩，只为追回被骗的千亿资产。可财阀三人组截然不同，朴昌浩一日不死，他们的秘密永无安宁。为彻底根除隐患，三人暗中找到黑老大，开出天价酬金。 네 마누라 오늘 내일 한다며 수술비 별로지? 얼마면 되냐? 次日放风时刻，那名囚犯怀揣利刃，目露凶光，径直冲向毫无防备的朴昌浩。这致命的一幕，恰好被监控后的典狱长尽收眼底，立刻紧急呼叫狱警驰援。 多亏旁人及时提醒，朴昌浩堪堪躲过致命一刀。可凶手已然疯狂，手持匕首接连猛砍，招招致命。身单力薄的朴昌浩根本无力抗衡。危急关头，他徒手死死攥住锋利的刀刃，双手瞬间鲜血淋漓，剧痛刺骨却不敢松手。就在他即将撑不住的瞬间，狱警及时赶到，他再次侥幸地捡回一条性命。死里逃生的朴昌浩被典狱长传唤至办公室，看似闲谈喝茶，实则是赤裸裸的威逼勒索。 네가 라라 캐피탈에서 슈킹한다는 5%. 50억 만져라. 나라캐피탈 투자금 1000억 당신이 갖고 있습니까? 朴昌浩只是沉默喝茶，淡然不语。典狱长瞬间了然于心，眼前之人根本不是大老鼠。 근데 네가 지금 숨쉬고 있는 이유가 뭔지 알아? 공지훈 대표가 널 빅마우스로 믿고 있으니까. 버럭나는 순간이 재산날이 되는 거라니까. 紧接着，典狱长抛出了最致命的威胁：所有看过行车记录仪、知晓三人秘密的人都必须死，包括他的妻子和岳父。 걔들이 네 가족들 가만 안 둘걸? 급발진 사고 알지? 요즘 빈번하잖아. 그런 걸로 쥐도 새도 모르게 한 번에 처리할 수 있어. 亲人的安危成为了朴昌浩唯一的软肋，厉声警告对方： 손대는 순간 다 죽어. 공지훈부터 그 떨거지들. 典狱长满脸不屑，嗤笑不已。如今的朴昌浩自身难保，根本没有任何博弈的资本，何来守护家人的底气？ 너 돌았냐? 니가 그게 뭐라고 이씨. 빅마우스. 뭐? 제가 진짜 빅마우스라고 이 비용신아.
장난감? 그딴 거 바치는 내가 빅마우스가 아니지. 그 두 눈깔로 잘 봐. 내가 왜 빅마우스인지 똑똑히 보여줄 테니까.这期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走投无路的朴昌浩为了守护家人的性命，他坦然承认自己就是大老鼠。这一刻，他被迫背负起所有罪名，沦为众人唾弃的顶级诈骗犯。这份虚假的身份暂时护住了家人，却也将自己彻底推入深渊。可这场虚假的伪装终究无法长久，一介无辜的凡人强行伪装顶级幕后大佬，他究竟能撑多久？又能否逆风翻盘，洗清冤屈？我是景荣，咱们下期不见不散。